上海、北京呢开始出现洗房，很多父母都慌了啊，不少的家庭呢是受到了影响。说到这儿呢，是不是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洗房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呢千万不要多想啊，这个洗房呢并不是说把大家的房子给洗干净，也不是说的是什么洗头房啊。我也是最近呢看到一个视频才知道到底是啥意思啊。你们知道吗？洗房出现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些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房价高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北京、上海、武汉、深圳这些城市啊，房价可谓是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方，要是能洗上一套房呢，赚个几百万再正常不过了。所以说呢，也就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女人提供了赚钱的一个机会。但是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对受害者来说，不说是人财两空吧，至少呢能让不少的家庭呢真的是翻不过身来。因此呢，在这儿呢，我也是呼吁大家啊，房子呢是我们的容身之所，是我们呢好不容易呢攒钱才买下来的一个资产。大家呢一定要小心的看好自己的一个家啊，不要被假象给迷惑了，假象给沦陷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就在我们的大上海啊，有这么一个案例，真的是让人呢胆战心惊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张女士呢是位离异的一个女强人，自己呢一直呢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嘛。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奋斗嘛，也算小有成就，早早的就跟自己的儿子置办好了结婚的一个用房。眼看着自己是上了年纪，儿子呢也将近40岁了，还没有成家，还没有谈对象啊。虽然说在大城市里面结婚普遍比较晚嘛，但是儿子呢直到现在呢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啊。更可叹的是，就是他这个人呢比较内向，都不好意思呢和女生打交道啊。张女士呢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想着呢能够早点退休，在家里面看看孙子，然后安享晚年嘛。于是呢就不断的托人给介绍那种相亲嘛。你别说，对方一听呢，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家庭条件还是非常愿意给他介绍，也是非常愿意给他见面的。经过女方的一个主动啊，就是相亲认识的一个女方的主动，很快呢两个人呢就坠入了一个爱河。过了1年左右啊，两个人就结了婚。起初呢，张女士呢一直觉得自己的儿媳妇呢是有点物质的啊，是个物质女。但是结婚后呢，每次去儿子的家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儿媳妇在家里面非常的勤快，把家里面呢整理的也是规规矩矩的，而且呢还做了一手好吃的一个饭菜，对自己的儿子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啊。于是呢他就打消了之前的一个念头。但是呢结婚没过多久啊，张女士就跟儿子和儿媳妇说呢，自己看到那些老人包括自己的朋友带着孙子包括孙女玩耍时特别的羡慕。儿媳妇呢也听出他的一个意思了，随后就说呢他俩已经商量好了，再奋斗个2年的一个时间，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呢，再想着去要小孩。另外呢，就是以后有了小孩呢，还要考虑小孩上学的一个问题，包括现在的房子也实在是太小了。包括张女士也没有再说什么，到了第2天就告诉儿子，如果说呢你们现在还想换房子的话，就赶紧换吧。然后毕竟呢自己呢早些年做生意还是有一点积蓄的，可以呢把这些钱呢拿出来给你们用，让你们去买房子。自己呢也真的是想早点儿孙满堂，早点就是抱上孙子啊。于是呢儿子和儿媳妇就拿着张女士的积蓄，所有的积蓄换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房产证上面呢自然是2个人的一个名字嘛，因为毕竟2个人已经结婚了。虽然说呢张女士呢阅历老道，但对于自己的一个家人呢根本没有任何防备之心。正因为如此呢，被日后呢儿子离婚埋下了一个伏笔。买房呢就是大概过了半年的一个时间啊，儿媳妇呢就开始提出各种刁难各种无理的一个要求啊，说跟自己的儿子过不下去了，最后呢非要闹到离婚的一个地步。最终呢结果大家应该都知道，女子呢也是顺利的离了婚啊，并且分到了1半的一个财产，拿到了1半的一个房子。算下来了1年多的一个时间，这个女子呢就挣了大几百万。真的是直到最后呢，张女士才明白啊，这就是呢这个女子的一个局。但是呢她也是无济于事，只能够每天的唉声叹气。所以说呢，还是奉劝那些没有结过婚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是在催婚的一个老年人啊，千万不要过于着急或者心急儿女的一个婚姻大事。对于现在层出不穷的一个骗局呢，一不小心呢就会掉进那些有心人的一个陷阱中。特别是在这些大城市里面，洗房的一个婚姻啊，还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可能呢一个房子就是几代人普通人的一个心血包括积蓄一下子就没了，千万要提高警惕。那么视频拍到这儿，大家明白什么叫洗房了吗？在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有，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